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肩痛真的只是肩周炎吗？很多人因此耽误了治疗。肩周炎确实是肩痛最常见的原因，但是一些少见的病因却能够让人丢掉了性命。一、肩痛半个月，结果查出肺癌。65岁的杨老伯半个月前突然感觉到肩膀酸痛，一开始以为是搬抬东西不小心拉伤了肩膀，杨老伯并未放在心上，只是让儿子帮忙用推拿油按摩了一下，贴了药膏止痛。休息了快1周了，酸痛感并没有缓解。杨老伯以为是肩周炎发作，于是跑到当地的医院治疗，扎针、拔火罐、吊针，折腾了10多天，疼痛越来越严重。看到杨老伯因疼痛抑郁寡欢，家人赶忙带他到当地的3甲医院看诊。医生询问了详细的病情后，得知杨老伯疼痛多在夜间发作，而且杨老伯有几10年的烟龄，高度的怀疑与肿瘤有关，于是建议他做了一个肺部的 CT。 果真发现杨老伯肺部有一个约3厘米的结节，进一步确诊为肺癌，并且发生了骨转移。为什么肩痛会查出是肺癌？肺癌引起肩膀疼痛主要是以2种情况有关。一是像上述的杨老伯，癌细胞向骨骼转移，造成溶骨性骨皮质被破坏，从而引起肩周疼痛。二是患者患有肺上沟瘤，这是一种长在肺上沟的肿瘤，这个部位支撑人体肩颈部的肌肉和皮肤的神经丛。当肿瘤增大，神经丛就会压迫到此处，从而就出现了肩周炎类似的症状。出现这些肩痛要小心肺癌。一、单侧痛。肺癌引起的肩背痛，痛点主要是集中在单侧的肩关节，少数为双侧，无明显的压痛感。二、疼痛不受活动影响，休息理疗后不缓解。肿瘤引起的疼痛，普通镇痛药物治疗并不理想，经过休息或者是理疗也没有缓解的表现，在夜间疼痛感还可能会格外的明显。三、没有压痛，放射性痛。肿瘤入侵骨骼，表现为胸痛和牵涉一样的肩痛，疼痛从肩背部延伸，呈放射性的疼痛。四、进行性疼痛。疼痛呈进行性的加重，从肩背部扩散酸胀感，若不管不顾，很快就会演变成剧烈的疼痛。二、肩痛1周，结果查出心梗。43岁的李先生到外地出差，没想到这一出竟然就不复返了。事发前的1周，李先生就感到肩膀阵阵的钝痛，一开始以为是压力大，肩周炎犯了，并没有太在意，只是到了附近小诊所按摩了几次。没想到在和同事开会的时候，李先生突然就昏倒在地。慌忙之下，同事赶紧拨打了120，送到了医院急救。但由于事发突然，现场又没有实施及时的有效救治，李先生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。经过仪器的分析，李先生的钙蛋白的检测结果高出了正常值20倍，意味着心脏受损，他的猝死很可能与心梗有关。为什么心梗也会引起肩痛？心脏是人体的中枢，当出现心肌缺血、损伤、坏死的情况，疼痛就会逐渐的放射到身体其他的部位，其中包括肩膀。所以心梗的患者多见肩背部疼痛的表现，出现这些肩痛要警惕心梗。一、放射性痛。急性心梗的典型表现为胸部正中或者是胸部的中间偏左出现疼痛，这种疼痛不单是单点的疼痛，而是整片呈烧灼样压榨感的疼痛。二、不影响局部功能。以肩周炎引起的肩膀的痛不同，患者无法抬高肩膀，心肌梗死引起的肩膀痛并不会影响患者的活动。三、伴随多种的症状。
心肌梗死往往伴有胸闷、心慌、憋气、大汗淋漓等的症状，患者可能还会感觉到躁烦不安。若出现上述多种的症状，且越来越严重，就要警惕心梗的可能性。3. 肩背部疼痛，结果查出主动脉的夹层。23岁的阿美怀孕33周，初为人母的她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宝宝的到来，却不料遭遇凶险无比的主动脉夹层。在病发前的2周，阿美就肩膀处就出现连续的疼痛，一开始以为是孕期的表现，阿美并没有在意。直到当晚，阿美突发胸背部持续性撕裂性的疼痛，送往医院的时候已经疼痛昏迷不醒。眼见阿美命悬一线，值班医生立刻将阿美转入了心血管外科的重症监护室。经过了控制血压、心率、镇痛等一系列的急救处理后，她才逐渐的恢复意识。主动脉是人体最粗大的主干血管，由心脏发出，内部的血流量巨大。主动脉夹层是因为动脉血压高，导致动脉血管内层内膜出现破裂。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，主动脉管壁在高压下就会发生破裂，导致汹涌血液大量的喷入胸腹腔，患者顷刻就会死亡，过程往往只需要几分钟。主动脉夹层有着非常高的死亡率，37%到50%的患者在发病2天内死亡，60%到70%的患者扛不过1周，3%的患者会突然的猝死而亡。因此，当出现胸口、颈肩、背部等多处有隐痛或者是撕裂样的疼痛，建议立即的就医。肩膀疼痛，很多人认为不是什么起眼的大病，正是因为症状容易被忽视，一不留神可能就会酿成了大祸。当然了，肩痛的原因有很多，我们不能一肩痛就往大病身上想。若持续性的肩膀疼痛，不能随便用止痛药或者是贴药膏，先排除肩周炎或者是肩部肌肉受损。用止痛药物后，肩膀依然会有持续性的疼痛，不要迟疑，还是应该提高警惕，应该立即的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进一步的检查，排除是否重大疾病所引起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